欢迎来到星星频道，请点击订阅并关注，获取最新资讯。Gucci 晚宴，白鹿被王楚然艳压，因脚上鞋子引发网友的热议。白鹿作为95花中的佼佼者，她参与了 Gucci 的品牌庆典活动。那条大红身 V 的连体裤子真的非常引人注目。然而，自从路透社曝光之后，这立即在网上激起了不少争议。许多目前备受喜爱的艺人都备受争议。由于网红逐渐转向主流的趋势，一些观众对他持有疑虑和质疑的声音。幸好，他们与任嘉伦合作，并主演了《周生如故》这部影片，这进一步证实了他们的演技。所以，与路上的人交往的频率也逐渐上升。然而，我们不得不面对，在女演员群体中，白鹿的容貌和品质实际上并不是特别出色。她甚至在某个阶段被网民誉为内娱四普的代表之一。此次参加了 Gucci 的活动，她的造型经历了巨大的创新，仅凭公主的发型就使她的魅力受到了众人的赞誉。然而，仍然有大量的网民对白鹿工作室的照片感到不满。他们认为与路透所描述的她在照片中的形象有很大的不同。在视频里的白鹿呈现出怯场、缺乏自信的姿态，并且身高稍微显得不那么高，这与经修图展示的完美女神形象大相径庭，以至于同一时段的王楚然都觉得不合脚。即便王楚然也因为推广高配刘亦菲而引起了大量观众的不满和吐槽。但与白鹿一同出现，立刻充满了高级感。许多人都深感叹息，缺乏比较，便不会感到有伤害。白鹿的服饰风格不仅因为其外貌吸引力，而且也让许多观众大声疾呼，实在是太土了，根本无法欣赏。在所有的争议中，她的那双鞋子成为了最具争议性的一项。一双极具底厚的黑色乐福鞋。尽管不提及饰品的存在，却给人一种相当平淡的感觉。仅仅这个厚薄程度，就极大地影响了其外观美观度。另外，白鹿独特的整体装扮，加上她的独特个性，显得非常与众不同。人们不确定是因为白鹿无法控制，还是这双鞋子的设计出了问题。此刻，一些粉丝分享了官方提供的模特配搭图。虽然它确实与白鹿的服装和鞋款高度一致，网民们依然持有这样一个观点：即便它们看起来极其相似，但给人的整体印象还是截然不同的。这难道仅仅是被称作买家秀与卖家秀的艺术表现吗？白鹿虽然是顶尖女星，但从我们国内娱乐的审美角度出发，大家可能认为女星们更喜欢穿的贴在身上。例如，在前些天巴黎 LV 的大型时装秀上，刘亦菲身着的小黑裙确实被众多网友提及并批评。然而，当人们浏览了官方发布的模特图之后，不少人开始对刘亦菲的表现力大加赞赏。她成功地消除了公众对于模特的偏见，这是因为在作为黑皮肤模特的角度来看，其服饰并未满足我们的审美偏好。再观察一下白鹿，这一次其所穿衣服与模特展现出来的感觉截然不同。如果不细心阅读，很难辨认它们竟然是同款。对于她的鞋的问题，许多网民纷纷留言，希望她能分享这些链接至刘诗诗和程毅。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是受刘诗诗的高身高影响的，还是她身体比例的问题所导致的？经常遭到嘲讽为55分的人，那么是否应当提高鞋子的长度，从而增强视觉美感？至于程毅在哪里？程毅在男性明星之中并不是矮的，反之，常常被批评的却是全能的 CEO 谭健次。无论是扮演白鹿、刘诗诗，还是扮演程毅与谭健次这一角色，一旦他们达到了如今的地位，那就意味着他们身上确实蕴含着超越常人的魅力。然而，我们每个人都不会成为完美的存在，他们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正如著名编剧在上一次的评论中所提到，谭健次无疑是最有力的证明演员的表演才华并不仅仅与其身高有所关联的人。你是如何看待这件事情的？